这边来看一下公园福星上线的谁比福享玩法，也就是创意工坊。点进来之后呢，可以看到一些已经发布的地图，左上角这边可以查看最新发布的地图，而排行榜的话就是比较热门靠前的地图啊。当然你们也可以点击搜索，然后快速找到自己想要的地图。点击任意地图之后呢，我们可以快速加入到这个房间，也可以自建房间进行一个游玩。然后这是各个玩法的一个界面展示大厅，还挺有意思的。进来之后就是正常的一个开场界面大概的话是这个样子。这是一个踩板，需要求生者盖板子，然后我们踩板子。这是结算的一个界面。当然你们也可以在房间列表这边找到你们想要玩的一些房间。然后再说一些重点，就是怎么去创建地图。首先首次点击进来之后呢，会有一个创作者的协议，就是规定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行，哪些不能做。点击同意之后，我们才能够进行地图的创建。这里会有草稿、已发布跟回收站。点击左下角的新建地图，目前的话是有3个地图的模板，然后3个地图的模板这边还有什么创作模板、经典模板跟空白模板。一般的话我们会选择空白模板进行一个创建，当然你们可以在原有的一个基础上进行一个修改。比如说这边的一个经典模板，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东西，不过不同的模板的话它会有一些功能的限制比如说这边是一个经典模板，是只有这些。然后我们这边选择创作模板，创作模板的话大体上是一样的，但是它这个比刚才那个多了一个物件跟环境，我们可以去改变场景的一些东西。比较有意思是这个更多这边我们可以增加一些物效的调节，比如说我们调成这个黑色的话，然后再给它加一些那个雾气浓度达到最高。点击左下角试玩，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很有那种氛围，好吧，这种雾气氛围挺好的，就是可视度降低。然后还有这边的一个路线显示，这个有点不太理解是什么东西啊感觉是地图一些组件的一个路线图啥的吧。然后还有什么滤镜，一些预设的滤镜。重点的话还是来讲一下这个空白模板，就是从零开始。进来之后呢，就是什么都没有，然后一切的话都是需要大家自己去创建。这里的话有什么像机关这种东西，密码机啊，我们可以选定之后呢，在高级试这里边，我们可以试它一个破译的所需时间，最长的话好像是1000秒。最多1000秒，就是你要花1000秒才能破开这台电机。还有什么狂欢之椅？狂欢之椅的一个能否被拆，还有起飞的一个所需时间，比如说你们可以在椅子上面坐很久。然后还有什么地窖之类的。场景交互这边我们也可以把那个什么唐人街那个窗户给搬过来，也要有一些这个龙卷风，这个龙卷风的话挺有意思的。它这个我们点击试玩进去，比如说像这个密码机，我们要修1000秒，然后就龙卷风。
再然后是物件这边，物件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些基础的东西搭建出一些自己想要的模型。比如说你们在这边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你们可以自己去创建模型。然后呢，就是一些原先有的模型啊，比如说唐人街一些纸啊、模特这些，还有什么符咒纸这些东西。医疗器具、家具、桌子、座椅，这些的话都是已经有的模型，我们可以直接照搬。如果你们不想要这些模型的话，也可以用刚才那些基础的组件去自由的组合。这个雕像是什么东西啊？应该是唐人街里面的吧。挺有意思的，好吧。这个是月亮河公园的一些组件，其实它所有地图一些组件混在一起了。还有载具、过山车，还有什么笼子这些，还有轿子，挺有意思的，好吧。然后环境这边的话，我们看一下，环境这边我们可以改变它的一个地形啥的，还有什么种一些树啊，这些植物什么的，都是一些固有的模型啊，只是重新照搬了一下。唐人街的狮子。这个雕像是蜡像馆里边的吧，挺有意思的。还有门啊，这些都是已经有了的。当然，如果你们不想用这些组件的话，也可以自己去创建。还有什么环境的特效？另外右上角这边有一个当前地图的容量，就是你们每放一个组件的话，都会导致这个增加。满了之后就没有办法放别的组件了。还有什么动物这些。另外我们还可以选择之后呢，进行一个模型的放大跟缩小。该组件无法编辑该功能。狮子倒是可以。记得之前巫妖不是可以调节的吗？不行吗？可能要跟别的东西搭配在一起吧。大概的话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哦对了，还有一个求生者跟监管者这个角色的问题啊。我们选中求生者之后呢，可以规定他是什么哪个队伍哪个职业，还有就是恐惧值上限。1000的话就是2道，就是每次受到普通攻击是500的一个恐惧值。最高的话可以设置1万的血量。是否开启无能力的话是指，如果开了之后呢，就是说你这个角色只能正常一些板窗交互啥的，不能使用技能什么的。然后我们也可以规定一些更多的属性什么的。然后是监管者这边啊，监管者的话，正常来说最多只能放2个，如果超过2个的话，监管者就进入到一个无能力状态。无能力模式的话，就是说监管者只能普攻，不能使用技能什么之类的。选定监管者之后呢，我们可以给他弄一些属性的设置，比如说天赋是否要带，然后是默认的还是说自由携带什么的。这些属性值都是可以调的。还有就是我们可以设置这些角色一个出生点，忘了在哪里了。哦，在这里，出生点我们可以去调它的出生点。
出生点的话，就其实是把它搬到哪里去，就是我们放到哪里，就是它的一个出生点了。然后在规则这边的话，我们可以设置那个地图的边界，就是说，你不能出这个地图吧？我估计就是相当于是设置一个框，你不能出这个边界。这个到时候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然后还有胜利条件啊什么的。很多可以调，挺多的，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设置这边的话，我们可以把什么过激判定啊、快捷消息、语音功能是否要开，可以自由选择。还有什么编辑施址，这个应该是编辑的一些相关的东西。编辑好之后呢，我们可以点击地图进行发布，当然你们可以选择保存，然后退出。以上的话就是谁比浮想这个玩法的大致内容，感觉挺有意思的。然后我们下期视频见吧，拜拜。